Goodbye。这样亲他都没反应啊！二当家可谓是人生大赢家。尸变后的白晶晶被他亲了又亲，接着他快速捡起地上钥匙，隔空抛物丢进了锁眼当中。这时身后尸变的白晶晶赶到，二当家立马一个回手轻将其拦住，然后脚拇指发力扭动钥匙，等石门完全打开，他又迅速冲进去分开地上的一人一妖。不料春三十娘正在施展催情大法，二当家误打误撞成了施法目标。见此一幕，至尊宝拉着尸变结束的白晶晶逃离此地。而他们走后，二当家突然觉得浑身一阵酥爽，我打了个冷战，好过瘾啊！你在我身上打了个冷战，我的天哪！很快，至尊宝他们逃到一处山坡，在重新换回衣服时，至尊宝闻着上面淡淡体香，终究还是对白晶晶产生了情愫。即便白晶晶不止一次说过，他不是孙悟空转世就会把他杀掉，但作为 PUA 界的祖师爷，他还是深情款款地说出了真相。更是在面临白晶晶致命一击时，至尊宝大胆表达了爱意。他表示不想心爱之人看到自己时，心里却还想着另外一个人。这么深情又这么会撩，白晶晶当即就沦陷了。可就在双方你情我浓之际，白晶晶体内黑寡妇剧毒发作，让她神智逐渐陷入恍惚之中。我找到一个很像你的人。至尊宝如同一只舔狗，看着白晶晶明知自己命不久矣，手里却依旧握着与孙悟空的定情信物。虽然场面一度尴尬，但至尊宝还是选择返回盘丝洞，为心爱之人冒死求药。与此同时，春三十娘的肚子已略显孕态，本想和至尊宝发展后代的她，却被二当家意外截胡。现在看到二当家直愣愣色眯眯的眼神，她是越想越恶心。老天瞎了眼，我春三十娘貌美如花，居然跟这么丑的男人有。随后，他和二当家约法三章，等孩子长大成人以后，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至尊宝孤身一人回来求药，并且谎称知道唐三藏的消息，借机将春三十娘猛 K 了一顿。可春三十娘这个小暴脾气，受到的委屈需要立即发泄，于是转身对着二当家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，只打得二当家原地转圈，却仍旧硬挺着没有哼出一声，甚至最后还撂下一句肉麻情话：我为了爱情，就算你真的毁我容，也是值得的。不久后，至尊宝与春三十娘来到山坡，这里竟空空荡荡，不见白晶晶踪迹。原来，在至尊宝走后不久，白晶晶有过一阵短暂清醒。她以为至尊宝和孙悟空一样，都是吃过就脚底抹油的渣男，本以为转角遇到了真爱，结果又是同样的欺骗，令她心灰意冷。于是，白晶晶心如死灰的来到崖边，准备结束自己卑微的一生。不料这时菩提老登刚好爬到崖顶，当即又被白晶晶给烧了下去。而山脚下牛魔王手下正在附近巡逻，发现白晶晶还有一息尚存，便把她给带了回去。此时的牛魔王正为寻找盘丝洞入口苦恼，见到白晶晶果断帮他解了黑寡妇毒，好要挟他进入盘丝洞寻找唐三藏转世。另外一边，至尊宝只找到一块玉佩后，又被春三十娘提溜着带回了盘丝古洞，并让他在密室里反思唐三藏的消息。可现在心爱之人不知去向，一旦万年金刚石落下，就很难再有出去的机会了。于是至尊宝索性放手一搏，结果和接瞎子那次恰恰相反，这一次他多算了一步，地也不是那么硬，有办法。他所谓的办法就是打洞，可挖着挖着，居然在坑中发现了盘丝大仙留下的月光宝盒。接着至尊宝就被吸入洞中，而与之连接的竟是他梦里的水帘洞。在这里有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，以及一副观音菩萨画像。然而至尊宝刚伸出手，画像就飘向空中开始自燃，并且还传出观音菩萨的声音。他告诉至尊宝就是孙悟空的转世，只要遇到给他3颗痣的人，然后自愿带上金刚圈护送唐三藏西天取经，就能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。不过从此以后要绝情弃爱，做一个6根清净的和尚。可听完这些的至尊宝根本不信，一路小跑在各处寻找出口。与此同时，二当家披上袈裟，正在为春三十娘接生。所谓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到了春三十娘这里，则是昨天怀孕，今天生娃。果然，妖怪与妖怪的孩子与众不同。不过分娩过程也着实让春三十娘疼得痛不欲生。在历经数小时后，终于顺利诞下了一名男婴。结果二当家这个老六脑洞大开，为了弥补春三十娘没吃上唐僧肉的遗憾，直接给孩子取名为唐三藏，真是模范好丈夫的典范。我觉得做不做神仙，能不能吃到唐僧肉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生活，把孩子带大，不要像我一样当山贼。只可惜她这个丈夫却不被承认，一切都是二当家的一厢情愿罢了。而就在刚才，牛魔王押着白晶晶进入盘丝洞，这里道路错综复杂，白晶晶当即玩了一手声东击西，趁其不备逃离了牛魔王挟持。结果她一路兜兜转转，刚来到密室附近，就看见师姐怀中抱着孩子，并且二当家还在一旁嘘寒问暖，于是立马阴阳怪气的讥讽她和二当家生了孩子。而春三十娘自然不肯承认，话锋一转，说是她和至尊宝生的孩子。为了增加可信度，还强迫二当家证明她说的所言非虚。
是，他跟至尊宝生的。见白晶晶伤心晕倒，春30娘这才解了心中恶气，接着带着二当家打算离开此地。不料途中遇到了来找唐三藏转世的牛魔王，双方本就有过摩擦，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厮杀。好在这里道路狭小且密，多多少少限制了牛魔王发挥。短时间内春30娘还能抵挡一阵，深知这一点的她，赶紧嘱咐二当家带着孩子先走。而在随后的掩护过程中，春30娘开始逐渐处于下风，眼看自己体力即将耗尽，她果断放下断龙石，留下断后，好好带大我们的孩子。见身后牛魔王提枪刺来，便宜丈夫还在傻愣愣的不愿离开。我们的孩子，娘子，再不我就死给你看！不要啊！就像二当家所说，他只求一家人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只可惜一切早已被天命安排，这个愿望终究是满足不了了。与此同时，至尊宝终于回到了盘丝洞密室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地上奄奄一息的白晶晶。